多好的一个姑娘啊！要不是因为家中艰难，怎会让你流落至此啊？好孩子，饿了吧？为娘让后厨给你做了一桌子的好菜，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。来，快尝尝。方莹，谢过夫人关心，只是不知家中接我回来究竟所为何事？自是关于你的终身大事啊。这说来呢，我也是你的嫡母，如今你也大了，我不得不为你计较一番。眼下呢，便有一门绝好的婚事，要指给你。你可马上要飞上枝头变凤凰啦！怎么突然要我成亲？敢问夫人，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？放肆！一个女儿家怎可打听这些？旁的事，自有我替你做主，你只管安心备嫁便是。婚姻之事本是父母之命没错，可方英毕竟曾先淋雨，高门大户必会嫌弃，只怕会给尤家丢人，还望母亲三思。这好说，回头我跟定国公夫人知会一声，只要你不说，旁人不敢传的。可我身份低贱，又蠢笨无比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说来说去不过就是推脱。朕家李大人可是有诀在身，虽年逾50，可膝下无子。你若有本事给他生个老来子，那便是将来的伯夫人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可是上永侯李大人，正是。他不是有20几房小妾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就凭你这低贱出身，你还嫌弃人家？行了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爹爹做生意出现了亏空，人家李大人仗义相助，愿意娶你过门，那是你的福分。旁的我也不同你多说了。你若乖巧呢，到时候我便多给你些嫁妆。如若你敢生出什么旁的想法，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老板，如何？我从商会查到，尤府采买了大量置办婚事用的东西。这尤府接尤凤吟回去，难道是为了成婚？这不可能啊！我听说，伯爷做生意欠了不少债，所以才动了把女儿抵出去的心思。正好城中那位家底丰厚的李大人，他的正妻亡故多时，也想找一个高门大户家的女儿来装点门面。这两家是一拍即合。那老头子平日眼高于顶，岁数都能当他爹了吧？只怕对方原本想娶的是尤月，他们舍不得这嫡出的女儿，就又回来作践尤凤吟。这萝卜还没有两头切的呢，他们只盯着一个姑娘祸害，真是丧尽天良。这样，你速速去准备一些贺礼文玩，要看着浮夸些，一看就值钱的，这就给尤家送过去。是。吕老板，你真是好眼光啊！我们清远伯府本是不轻易与人做生意的，毕竟是皇亲国戚嘛。是。但是吕老板若诚心与我们做买卖呢，也是可以给你些机会的。夫人说的极是，吕某能踏入伯府的大门，已经算是三生有幸了。小小礼物不成敬意，往后请走东西，在下还有旁的送给夫人。好说好说。哎呦，在下突然有些内急，不知可否去方便一二？方便，后院。失礼了。尤姑娘，尤姑娘，吕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眼下江远京不在京中，只有我能帮你脱困。这样吧，只要你答应把严景的股份转让给我，
我现在就能救你出去，如何？不可能，我不会背叛二姑娘的。难不成你真想嫁给那个我人？自然不想。那你就懂得变通一二嘛。你现在可以答应我，之后你再反悔吗？不行，吕老板平时待方英很好，我不想骗你。这桩婚事势在必行，我不想拖你下水。我吕某叱咤商场这么多年，整日与那些狡猾的老狐狸打交道，自认为什么样的人都见识过一二，唯独没有见过你这样。罢了，倒也是一物降一物。这样吧，我教你个办法。富儿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样。今日起，我们慧儿可就又长大1岁了，出落得亭亭玉立。母亲祝你一辈子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，心想事成。来看看这件衣服，喜欢吗？喜欢呀，转过去看看。大寿星，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呢？不无聊吗？等会儿，怎么连你都知道了？自然是你家先生告诉我的。刚才我去后厨看了一眼，食材皆有，今日必定替你好好操持一番。哼，让你看看本精灵第一公子的能耐。我同小宝说过了，我不爱过生辰，不用费心了。不是，你这么大的姑娘，不是都爱过生辰吗？你是不是嫌这关中地方太小，没有什么像样的排场？与这些无关，我只是想到了一些往事。这世上并非每个人的生辰都是值得庆祝的。从前在京城的时候，生辰都是燕玲陪我过，如今她都走了，过不过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正因如此，今年的生辰更应该要过。燕世子离京，定也希望姑娘过得喜乐无忧，你也该如他所愿，如此才能叫他放心。啊，对，张大人说的在，你过你的生辰，管旁人说什么呢？再说了，往年你在京城左右不过是那些玩意儿，你肯定体会不到其中的妙处。我们如今啊，在通州山野作伴，美酒佳肴，你细品，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？啊，终于有借口喝酒，这一天快把我馋死了。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装病是吧？好，你放心，就算你疼死在这儿，也必须给我上花轿。给我起来！姑娘，且忍忍。夫人说了，大婚前身上不能有伤的。他分明就是在演戏。夫人已经派人去请大夫了，他要是真有胆子装病，夫人一定不会饶了他的。月儿，母亲，他就是在演戏。烦请大夫去给他瞧瞧，昨夜这还好好的。这到底生了什么毛病啊？是，夫人。夫人，这是喜脉啊！什么？你个小贱蹄子，你个下作的东西！夫人，前天有人指使。岳母在上，都是小婿的错，还望岳母成全我与方银，切莫拆散鸳鸯啊！你俩好大的胆子啊！啊！居然敢无媒而合！你真把我这清远伯府当摆设？我现在就拉你去见官，定你个诱拐之罪！来人！岳母别急，别急，小婿此次前来是带着诚意来的。什么意思啊？
您姐看看，这3000两，别说是个庶女，就是你清远伯府的嫡小姐也娶得了了吧？现今京中谁人不知清远伯府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到了卖女儿的地步吧？我得了姑娘，夫人你也解了燃眉之急，糊里糊会嘛。一个铜锈商贾也配与我谈条件呀？这个都是真金白银，怎么能说是铜锈呢？这婚姻大事啊，本就与那生意没什么区别，无非是双方看看条件，合适了就合作，要是不合适，大可等尤三姑娘肚子大了，进了那老官夫的门，哎，没准还给人留个后呢。你还敢威胁我？来人，来人！啊！哦，原来你早将一切打探清楚，只等我钻入你下的套里呀！夫人言重了，那往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什么套不套的？这些是岳父大人在外面欠下的账，小婿都已经帮他还清了。您呢，乃是一家主母，到底是一拍两散三家难看，还是你我合作，这个账您应该算得清楚吧？吕老板，快进来！你不是让我装急症肚子疼吗？那为何刚才大夫说……是我让大夫这么说的，而且我还跟尤夫人说，你肚子里边的果肉是我的。我向尤夫人提了亲，她答应把你嫁给我了。但是，是这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说让你真的嫁给我，我只是用这招先帮你脱困。这虽然是个烂招数，但却是最快最彻底能让你脱离尤家的办法啊！那你也该一早就告诉我。是，但那日实在仓促，我也没有来得及跟你细细说明，而且你又正直，我又怕你犹豫不定耽误时机，所以才……总归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尤姑娘，就算你怪我，就算江二姑娘她没有嘱托，我还是会想帮你的。这段时日，我看着你出入会馆，结交商贾，往来定期，就连大牢都敢进进出出，寻常闺秀不敢做的事情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虽然有为了江二姑娘的原因，但你自己的心意呢？你虽然看着胆小柔弱，但是我感觉得到，你心里藏着一股劲儿，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你在谈生意的时候，眼睛里是泛着光的。我觉得你的天地不该只是一方宅院，也未必一生只能相夫教子。如果你想，我带你走。从此外面海阔天空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你想经商便经商，你想游历便游历，总之一切都是由你选择。方英何以得吕老板如此相待？你别哭啊！你这样，外面的人还真以为我把你怎么样了呢？总之，我们先逃出尤家再说。我们先凑合凑合。要是以后你想彻底自由，那我们再喝离杯。和离书我都已经写好了，这样你拿在手里你也安心一些。此事，谢先生知道吗？不知，我连喜糖都没有给他发呢。这个事儿办的也是仓促了些，我是想着等事后再同他讲。什么时候？你还想做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姑娘。行了，先出去吧，我要和方莹单独说两句。
把门带上。哦。方怡，婚姻之事不是儿戏，虽说是为了避开尤家那些阿杂事，可你也不能胡乱嫁人。你既不了解吕显，也不喜欢他，断不能如此草率。我会同谢先生商量，待尤家风波过后，让你们二人和离。你不用担心吕显出的聘金，我会尽数还给他，绝不会让你欠他一份人情。方怡，姑娘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这件事方英其实是有想过的。我自小长在尤家，父亲贪花好色，家里有众多姨娘，整日都要被夫人整治。从小我娘就告诉我，来日绝不能为妾，宁可清贫，也要做正头娘子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你也不能胡乱选择吕显啊。并非是胡乱选择。你喜欢他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不喜欢。不是那种喜欢，我是觉得嫁人是我目前离开尤家最好的方法了。况且吕老板人很好，对我也好，还耐心教我做生意。他是除了姑娘之外唯一真心待我的人。方莹没什么大志向，如今就想帮姑娘把严谨的生意打理好，婚姻之事本也无甚念想。而且他也答应了我，婚后依旧任我自由出入京城，就和没嫁时一样。来日我若不愿，他愿意随时与我和离。算他还有一丝君子之风。你当真想好了？是的，姑娘。方英想好了。江儿姑娘，若你是为了严谨的生意娶她，那我大可赠股于你。我吕某虽然爱财，但也不至于拿婚事换钱吧？这么说，你对方莹是真心的了？倘若我说我情深不寿，情根深重，你自然也不会信。不过，尤姑娘的善良单纯，吕某这些年见惯了那些自私自利的奸猾之辈，从未想过这世上还有如此善良的女子。我是真心想帮她。只是想帮她。若只是一时恻隐，你的真心又岂能长久？待真心褪去，她一个女儿家，清白名声尽毁，到时你让她如何自处？姑娘误会了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待她是朋友，所以吕某不敢欺瞒。既然娶了，我吕兆尹今日对天发誓，从今往后不会再让她受半点欺负，再受半点委屈。最好如此。你若是敢违背誓言，那就让我这一辈子做一单赔一单，永生永世也赚不了钱。吕显他跟尤芳莹姑娘成亲了。不是，哎，吕显跟尤姑娘，吕显这样的人都能成婚啊，真是铁树开花了。哎，刀琴，哪家姑娘啊？这么想不开？刀琴，宁儿知道吗？江家那丫头的人啊。我刚去吕家的时候，正好跟江姑娘打了个照面。她走的时候，脸色可不太好看。你瞧瞧，指定是把这笔账记你头上，谁让你整日对着人家老谋深算的？哎呀，这吕显是你的人，人家不待见你，自然也不待见那钱篓子了。哎呀，可怜的老吕啊，难得成婚娶了个媳妇儿，还要跟着你受累。说完了吗？